我当时在脑里边看见文章，我就很不以然，因为西山人说好，逢人不应该说。人家不懂道理，你应该懂道理啊！什么叫改革开放？改革开放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那不是天天冲击体制吗？那后来您又发卫星，现在您看这个马斯克，这个时隔几十年之后，他把这个事儿给做成了现实了，他的星链计划。就您当时的那个计划和马斯克这个星链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吗？完全一样。我详细讲，90年换乘飞机了嘛，有钱了，我们就和俄罗斯整个政府接触很多。我们在俄罗斯有很高的威信，还有莫斯科有一个国际卫星组织，他们正在研制一个卫星的品种，如何去利用外层空间。因为我不懂这个事儿，这个常识我有。既然他找我们，他俄罗斯人也，你说怎么会找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他合作呢？对，就看见我们的飞机做的很实在，对俄罗斯信誉很好，不像中国人，很多人中国人骂我，他们当时也需要资金，我就投卫星，是这样干起来的。好，我进入卫星领域，学习嘛，我什么都不懂。高轨道卫星3.6万公里，是俄罗斯主权，它一个斤都可以放2颗。下边还有一个低轨道卫星，250公里到300公里，全世界放3颗就够了。因为以前和比尔盖茨商量过这个事儿，那90几年发800颗卫星把地球造起，当时这模式在纽约商量的。当时一星计划嘛，美国人搞放32颗星，比尔盖茨说放800颗，马斯克现在搞的低轨道卫星，250公里到350公里。当时我们也干这个事儿，和英国合作，就如何在东南亚放8颗低轨道卫星，组织一个群。我抓起来了，中断了。我在牢里边还在干这个事儿。就您在牢里还在做这件事？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这个事儿，牢里边建立一个实验室。我碰见一个海军工程大学的军队办企业，本是单位办的，他是负责人，他就穿投机倒把，就抓着关在我那儿，关在一块儿，给监狱馆长说服监狱长，监狱长也请示那个湖北省监狱管理局，对，那么局长也很解放，找新的劳动改造方式。这个实验，他们是搞个实验室，所以我就出了几十万块钱，买了30几台计算机。湖北省的劳改的10万犯人嘛是8万，反正这个数字，里边学过计算机的，全调到红山监狱劳改。全省的那些干警管犯人的，学过计算机的，全调到红山监狱做监狱警察，就成了一个实验室，很多人。但当时如果您看到这个马斯克这个星链计划，您有没有一种扼腕叹息的感觉？不是，我刚才说了一句话，成功不必在我，还有我们全世界80亿人呢，何必非要中国人完成呢？我这样那您后来又做芯片，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芯片这件事情。95年就登陆华尔街，在华尔街办了公司。美国人那会儿正好是信息产业开始的时候，对，我去带了2颗卫星，哎呀，这个我受宠若惊。那华尔街的大佬啊，天天请我吃饭，天天说这样说套近乎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事儿。公司那帮人告诉我，现在出现了新东西。我们现在才知道的网络，还知道的配送。他们想我会解释，所以神乎其神。我这样有点傲骨，我就不相信美国人这么好。哎呀，我就说你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家里边给送来。我认为打电话呀、传说这可能还可以理解。我开玩笑讲，我是需要面包，他能送来吗？他有专门配送的那个体系呀。当时我接触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发生重大变化了。他们想我的卫星租给他们上市，还给我6亿美元，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，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，所以就给他了。所以投资芯片就是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成功了。95年啊，94年，还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。这是给的还是投资的？投资啊，投资。哎，我投资也没协议，拿去花。没有协议。您投很多公司都没有协议。朋友。刚才我最早问您说您是商人，但是商人不就讲契约吗？我们现在不是有风投吗？对，但风投那个协议就写得很复杂呀。是啊，我就看不惯那个复杂，我看不惯这个复杂。其实你再复杂，我也可以规避你，我不赔你钱，我也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的全国的人民在找募中拿钱很容易，
那后来您又做了一个很大的事儿，就是发展满洲里。孟老，您要建一个城，不是我建个城，我发现了机会，把东西运到俄罗斯去，从铁路啊到积压，公铁分流，铁路运不完，修了公路。我们修中国这边，中国这边没钱是我们投资修的钱，修了海关，修了高速公路过去了。满洲里没给我钱，现在没给钱，结果让我收30年的钱过关费。所以说满洲里那个政府呢，经济困难，说最好说不收了。但是您因为做这些事情，您是实际上对俄罗斯是非常了解，这评价又和一项体育运动又结合到一起了，空手道。很多人都说您是空手道大师。是，武侠小说里边的最高段位是空手道，它叫空手夺白刃。因为小说里边乾坤大挪移嘛，对，连功夫都挪过来，对，是你的为我所用。为什么要去拼实力呢？做个大刀、长矛，练18般功夫，练好多年，那不傻吗？比武是自胜为目标，不是展示武器为目标，目标不一致。但您假如说，您要是对这个空手道这件事情做一个段位来讲，您能是几段？我起码9段啊9段啊。对。而为什么您总操心这个国家大事呢？对您本人意味着什么呀？5000年来的中华文明，有无数这样的人。一个民族总有些这样的人，那您认为这个时代了解你吗？我何必要向这个时代了解我呢？但是就像您一直在去坚守初心，甚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规律是一样的。我要取代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，我就不能讲这个事儿。先从根本上你去反对这个投资这件事。投资没这个事儿。就是你说你有个项目，我可以借一笔钱给你。那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？借贷关系。我就借给你，无条件的借你100万块钱，不要担保。有利息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利息，又没有担保，还可以不还。我听我讲的是，你既然想成功，我肯定我考察你很久了，也生活很久了，你不会去吃喝嫖赌去了。对，那我就拿100万块钱给你吧，我不管你了。你管你的话，你就把你的思维限定了，第一个，干成了。对。干成了，我就算投资了。我投资了100万块钱，我2个变成一个企业了，我就把企业送给你，你再送51%的股权送给你，我只分49%的红。你占大股啊，你可能我要放弃发言权，就放弃股东权利，只保留分红权。只分红权。关键是第二种情况是我创造的，亏损了，我没权利找你还，永远不能还，永远可以不还我。就永远都可以不用还，永远不还我，就反正理论上欠我的钱，100万块钱。那这个关系怎么界定呢？就是说，那我确实拿了你100万呢。是啊，你就欠我100万块钱，但是我有规定，我永远不能找你还，还不能到处说你欠我的钱。但这是我的心理负担呀。就对了，就刚好就需要这句话。你是个心理负担，中国人这个事儿，特别中国人欠了钱是。念书的事儿，借了饭票没还他，睡觉都睡不着。他这个人会怎么干呢？他会又找另外一个人投资，一直干到成功为止。好，这成功了不再还我。好，还有2种情况，他不成功，永远他死了，我就投资失败100万块钱。那如果时空可以穿梭，您最想在哪个时代？就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最好。刚才我们在交流过程中，似乎你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时代的人有没有理解你，或者是误解你。误解和理解我都不在乎。但我本来刚才在说这个坐牢的时候，本来想问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你委屈吗？我不委屈。被关第3次，我不委屈，因为这个时代它需要一些人去，刚才试验哪有100%的成功呢？就如果从时代角度来讲，可能是我们这么解释通，但对个体来讲是一个悲剧呀。不是，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，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。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想不愿意去试，就往退。我实际上一直想探求一个您做这件事情的逻辑意义、理想是什么。
我那天走过这段儿，就做一次让人家看见。